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腾讯首播古装权谋大戏来袭，刘学义谭松韵二搭双向治愈。当刘学义在春花宴里浑身浴血喊出这江山配不上他时，谁也没想到这句台词竟成预言新剧《兰香如故》里他亲手撕碎婚书，把谭松韵推下悬崖。原著粉看着预告片里两人相杀相虐的镜头，痛并快乐着。桐华编剧加刘学义谭松韵，这组合不爆都难。更炸裂的是，剧组路透，谭松韵备案在雪地里长乖的戏连拍9条，脸颊红肿，还在安慰对手演员再来。故事开场就是地狱模式，世家贵女沈佳兰谭松韵氏及鸡宴上琉璃盏未凉，锦衣卫已撞破沈府大门。祖父通敌罪名让满门女眷冲祭，家奴许万全夫妇冒死将他塞进泔水车。逃亡夜特写他摔碎的玉簪，半截刻着沈字，半截进入泥污。网友精准吐槽，这是把步步惊心若曦的簪子扔进《甄嬛传》甘露寺。3年后京城林家后巷，粗布经拆的许兰香全在冰面早洗衣裳。当林府管事把洗脚水泼上他冻疮裂开的手背，监视器后的桐华突然喊停，松韵你眼神太驯服了。只见谭松韵攥着湿衣战戟，血水顺着指尖滴成眉印，奴婢愚钝，请嬷嬷再教。全场静默中，他轻声解释，此时的兰香恨都藏在指甲缝里。拍完这场戏，演管事的演员私下说，他盯我那眼，我做了2宿噩梦。刘学义演的林锦棋堪称古装男主天花板，表面是温润如玉的林家世子，暗中却是操控3司的权谋之手。出狱洗脚避许兰香那场戏封神，廊下观雪的他瞥见他偷蘸血水练字，指节突然捏碎眉枝。谭木显微镜党发现他袖中露出半截退婚书，正是3年前与沈佳兰的婚约。最绝的是身份揭穿戏，当许兰香以画师身份入府中剧，刘学义抚着他替人代笔的画卷，突然蘸墨在空白处补了支血色腊梅。待他震惊抬眼，他慢悠悠抖开3年前被撕碎的婚书，沈姑娘的画技还欠99支梅花债。观众这才惊觉，原来世子书房挂着99幅腊梅图，每幅落款都是他失踪的日子。历史博主考据过，宋朝却有日会一枚寄相思的民俗。从步步惊心到长相思，桐华最善在糖里裹刀片。新剧预告里埋着细思极恐的伏笔，林锦棋贴身玉佩的穗子藏着告密信残片。许兰香味接近刑部侍郎亲手调制的熏香，原料正是当年毒杀祖父的西域奇毒。而当2人在祠堂相拥时，镜头扫过梁上悬着的白绫，那正是沈家女眷自缢处。权谋线更让人脊背发凉。郭柯宇演的贵妃捻着佛珠割人舌头，李梦演的林夫人把密信缝进寿衣，叶青演的茶商之女靠床漫暗格传递军机。最绝的是刘美含演的雅碧，竟用刺绣纹路传递通敌证据。当许兰香把密信绣进林锦棋的寝衣滚边，监视器拍到桐华在擦冷汗，这段播出肯定被骂心机太深。复仇高潮戏把剧组逼到极限，为演好鸡登文谷的桥段，谭松韵在零下5度的片场赤脚跪行青石板，血浆混着冰茶沾满裙摆。当他撕开衣襟露出烫伤的罪字，镜头突然切回3年前，锦衣卫将烧红的烙铁案在少女锁骨，背景音是林府管家宣读退婚书。此时现实中的林锦棋撞开侍卫，抖开龙纹圣旨的手背青筋暴突，沈氏3代忠烈。今日话音未落，道具骨突然破裂，真血从谭松韵膝盖汩汩涌出，原来尖锐碎石划开了护膝。监视器显示他疼得抽搐，仍嘶吼着完成沈家冤屈、天地共鉴的台词。当御笔朱砂终于抹去沈家污名，
林锦旗捧着凤冠来接妻的场面却成修罗场。许兰香立在祠堂百具牌位前，卸下金簪抵住她咽喉。当年退婚书上的指印，是不是你爹用我小妹的命逼你按的？闪回镜头揭露最痛真相：小妹被溺死的池塘边，赫然遗落着林家嫡子的玉佩穗子。剧组考据狂魔属性拉满。许兰香的百套戏服全由苏州绣娘手绣，衣襟暗纹藏着深渊二字的篆体变体。林府陈设的紫檀嵌罗殿屏风按北宋文绘图复刻，屏风后暗格可容3人藏身。就连群演捧的茶盏都是根据景德镇出土瓷片烧制，盏底印着沈字案记。谭松韵的妆容更是行走的刑侦线索。前期洗碗壁时期用草木灰画案斑，中期画师阶段在眉间点除痣的疤痕，后期当家主母时特意保留左手冻疮印。美术指导受访揭秘，她发髻里永远别着半截碎簪，那是沈家千金最后的骄傲。当预告片停在许兰香执掌林家印鉴的刹那，谭木突然爆出神评：这哪是恋爱复仇剧，是桐华写给封建女性的出埃及记。在《长相思》创造豆瓣60万人评分的战绩后，新剧未播先报，腾讯预约量72小时破85万。刘学义谭松韵的雪中丝一路透播放破亿。或许终极复仇藏在剧名里。当沈佳兰舍弃兰香伪装的夜晚，她摔碎妆匣取出尘封的兰花籽。特写镜头里干枯的种子跌入青石板缝，来年春雨后竟破石绽放。这抹压不垮的幽香，终将漫过朱门白骨，熏透整个腐朽王朝。这部剧的演员阵容真是炸裂到不行，2个古装大神同框，光是定妆造型一出来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视觉盛宴啊！谭松韵，大家都很熟悉吧？谭松韵虽然不算个顶级美女，但她的灵气真是无敌，演技让人觉得没得比。看她的剧就是只能用舒服来形容。不管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，她总能把角色的情感拿捏得妥妥的，演得漂漂亮亮，真是个实力派，人人都服。刘学义长得有型又有款，身材好的不行，演技也是绝对一流的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去年有谁看过《春花宴》？他演的慕容锦可真是让人记得心里发痒，帅得让人想发疯。他是古装的代言人，自打出道以来，演的全都是古装戏，网友们还给了他个响亮的称号，那就是3届代言人。真是不得不承认，那个穿古装的他帅到爆，转圈圈都是型。这部剧全靠谭松韵和刘学义这俩坐镇，马上要在鹅厂上线，真是一出古代权谋复仇的精彩大戏。兰香如故，这部小说《兰香园》改编自何燕山的经典作品，讲述的是大学士家的宝贝孙女沈佳兰的精彩人生。大学士的老大爷的闺女沈佳兰，谭松韵这位姑娘跟吏部老大的长孙林锦楼、刘学义兄弟说好了要结婚，但没想到朝廷突然翻了天，他的爷爷沈大学士被炒鱿鱼，结果沈家一下子就变成了灭门惨剧。林家为了保命，跟沈家划清界限，转而跟刚刚走上高峰的赵家结了亲。幸亏沈佳兰的妈崔氏之前帮过的林家老农许万全夫妇，硬是用刚刚去世的女儿许兰香顶替了佳兰。佳兰从这天起欢天喜地的摇身变成了许兰香，变成了林府里的一名3等丫鬟。在这漠人的环境下，兰香压根没服过命运，拼了命为自己和家人争个好日子，跟一切不公平和压迫死磕到底。兰香靠着她的好心肠和聪明才智，把身份的枷锁给撼动了，成功俘获了林锦楼的心。与其他也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，成为林家的当家人，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，为沈家洗刷了冤屈，讨回了公道。这回谭松韵第一次一个人演2个角色，扮演丫鬟许兰香和复杂身世的沈佳兰。她把这2种性格和命运演得精细。
她的演技活泼又真自然，把角色的细腻都演绎了出来，真实让人看到她在逆境中不断成长和变化的过程。这女主真是厉害了，不仅脑子灵活，还敢于行动，把我心都撩起来了。这回她的演技让人刮目相看，她那种情感投入和感同身受的能力强得吓人，哭起来和眼神交流的那一刻，真是让人忍不住想给她打 call。从泄露的剧照来看，那个女孩扮演的许兰香真是锦衣玉食，气质非凡，浑身散发着高贵的范儿。刘学义饰演的男主，长得跟角色一样，从一开始的冰冷冷，到后面对女主心里暖洋洋，演得真是好。从路透图里，还是被刘学义的古装扮相给撩到了，真是内娱的颜值小王子啊！这张脸帅得太权威了。这部剧在制作上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，光是参考明朝的规矩和道具就让人叹为观止，还把书画和古典音乐都搬进来了，服装和道具精致，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女主的发型就像从87版《红楼梦》里走出来的，男主的铠甲很帅，细节做的真是没话说，古代的那种优雅和气派都复刻的惟妙惟肖。我对这部剧已经期待值拉满了，真的有被美到，感觉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古装佳作。你们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安排觉得有意思不？